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娑婆世界的凡夫众生都有欲念，只是有轻重之分。如果真的没有了欲念，那么此生之后当能升天，或有净愿，往生诸佛净土。今天小编要来和大家聊的，正如标题所言，是夫妻这件事。而对于夫妻性生活决定你死后的去处，你可能会觉得小编又在故弄玄虚，其实一些经典里早已留下了蛛丝马迹。不信我们往下看。楞严经中对于欲念有过这样的描述：诸世间人不求常住，未能舍诸妻妾恩爱，于邪淫中心不留意成营生命，命终之后临于日月，如是一类名四天王天。此段经文的意思是，如果不能舍弃夫妻恩爱，但是却可以不犯邪淫，那么命中可以生四天王天。于己其防淫爱微薄，于静居时不得权位，命中之后超日月明，居人间定，如是一类名刀立天。意思是，如果欲念已经微薄，但是自处的时候仍然会有欲念，不能完全舍弃，命中可以升到刀立天。逢欲暂交，去无私意，于人间事动少静多，命中之后于虚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类名须夜摩天。意思是，如果有了欲念暂行房事，过后没有思念，于人世间事少动多静，命中的时候可以安住虚空，超于日月，身有光明，生须夜摩天。一切实境有因处来，未能为力，命中之后上升精微，不接下界诸人天境，乃至劫坏三灾不及，如是一类名兜率陀天。意思是平素没有欲念，但是逢夫妻等事未能违逆。这里是说违逆自己的欲念，不是违逆他人，将来可以生兜率陀天。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恒尘时未如嚼蜡，命中之后生月化地，如是一类名乐变化天。意思是我没有欲心，但不过是应对方的要求行事，命中之后生乐变化天。无世间心，同事行事，于行事交了然超越，命中之后便能出超化无化境，如是一类名他化自在天。意思是以无世间欲心，对于男女之事房事，只不过是在顺应世间规范道德要求，已然超越欲念，生他化自在天。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对于欲念，佛弟子修行进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欲念是逐渐淡薄的，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不邪淫，然后是事来则行，事后不想，再进一步是为了顺应夫妻生活世间道德规范而行，但自己已经不再有此欲想，最后则是超越此念。而在对应此种种阶段，往生后所去的地方也是各不相同。我们再来说冥冥之中存在于两个人之间的那种联系。在我们的一生中，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有的人与我们萍水相逢，过后便相忘于时光的流逝，而有的人一生都与我们缠绕，或成为两肋插刀的友人，或成为摆脱不了的对手，甚至成为相濡以沫的爱侣。为什么会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系呢？这会不会就是人们彼此之间的缘分造成的呢？内中的道理还真是无法用现代科学来解释清楚。所以当我们感叹人生的聚散离合时，总会把它归结为一个词，就是缘分。那么缘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其中最重要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夫妻之缘，又是如何安排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唐代人韦固家居杜陵，少年时代就成了孤儿，成年后就想尽早娶妻，所以就委托别人四处求婚，但都无功而返。元和2年，为了游历清河地方，便在宋城城南的旅店住宿。客人中有人建议韦固向宋城司马潘访的女儿求婚，并且约好了第2天在客店西的隆兴寺门相见。为了表示自己求婚心切，第2天晨曦微露，斜月上明之际，韦固就前往约定的地方，但见一个老人背靠布囊坐在寺院的台阶上，正在借着月光在翻解书目，悄悄观看其书，既非篆书，亦非梵文，
韦固不识一字。韦固问老人：老父要找的是什么书啊？我自幼年起即刻苦学习，人世间的字几乎没有我不认识的，西方的范文也能阅读，唯有老父所要检读的书从未见过，是什么书呀？老人笑着说：这是非世间的幽冥之书，君子自然不能见到。我是掌管幽冥之事的幽冥之人，本与君子阴阳相隔，但今天与君子在此相见，是你来的过早，不是我来的不当啊。韦固回问老人：那长者主管何事呀？老人答复说：主管天下的婚嫁之事。韦固心中窃喜，对老人说：我自幼就成了孤儿，成年后想要及早成婚，繁衍子孙，10余年来多方求娶，不能如意。今天与他人相约在此，一娶宋城潘司马的女儿，不知是否可以成功？老人对韦固说：不成，命不该合，虽降尊屈就求娶屠伯之家的女儿，也是不可得的。君子，你的妻子刚过3岁，17岁时才会嫁入你家。韦固问道：您的囊中装的是什么东西？老人答曰：是红色的绳子，用来系住人间夫妇之足，人一出生就被此绳所系，不论是仇敌之家，贵贱悬殊，亦或为官天涯，地狱相隔，此赤色绳索一系，终不可为。君子的脚已经系于他人，四处他求无益啊。韦固说：那么我的妻子在什么地方？她的家人是干什么的？老人答：你的妻子是客店北边卖菜的陈姓婆子的女儿。韦固说：那我能不能看看她呀？老人回答：陈氏常抱着孩子来市场卖菜，你跟着我，我可以指给你看。及至天明，与韦固约定的人一直没有应约，老人也卷书负囊而行。韦固随老人进入市场，正好遇到了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妇，怀抱3岁的女孩而来，衣蔽形露。老人指着女婴说：这就是你的妻子。韦固非常生气，说：我能杀掉她吗？老人说：这个人命该识天禄，因子而贵，绝不可以杀。说完隐身而去。韦固骂道：老鬼妖，妄言如此荒谬！我出身士大夫之家，婚嫁须门当户对，即使我终究不能娶妇成婚，也可以攀援一些生机美女，为什么要娶一个瞎眼老妇丑陋的女儿呢？于是磨了一把小刀交给他的奴仆说：你向来干练，如果能为我杀掉这个女孩，我赏你1万钱。第二天，奴仆袖揣小刀随他进入菜市，在众人群中行刺，市场一时陷入混乱，韦固和他的仆人在混乱中走脱。离开市场后，韦固急切地问道：刺中了吗？他的仆人回答说：初期我对着他的心脏刺去，不幸只刺在了他的双眉之间。其后韦固多次求婚都没有如愿。又过了14年，韦固借助父亲的印币在相州军任职，相州刺史王泰让他做专门居审诉讼的司户员。由于欣赏他的才能，刺史把17岁的女儿嫁给了韦固。刺史之女贤惠静淑，容色华丽，然而她的眉间常贴一花，即使在沐浴闲处之时也不会除去。过了1年多的时间，韦固感到十分惊讶，猛然想起蔡氏行刺之事，就开始逼问事情的缘由。他的妻子潸然泪下，说：我其实只是刺史的养女，我的父亲曾经是宋城的县令，他去世时我尚在襁褓之中，继而母亲兄长相继去世，只有一个庄园在宋城的南边，我和保姆陈氏居住。由于离市场很近，所以卖菜为生。3岁时，保姆抱我穿行市中，被强徒所刺，现今刀痕尚在，所以以花付之。7、8年前，养父在卢龙任节度使，收我养女，后嫁君为妻。韦固问道：陈氏一眼失明吗？其妻对答：是，你怎么知道？韦固说：刺你的人就是我啊。随后说出整个事的来龙去脉，夫妻2人越发彼此尊重。后来其妻生子名坤，官至雁门太守，韦固的妻子也被封为太原郡夫人。宋承令得知此事后，就把这家客店命名为订婚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婚姻姻缘之事，业果因制之定，终不可为。
韦固不承认因果之事，也无法知道被指定的妻子会是老父怀中那很丑的女婴。出落的容色绝丽，贤惠静淑，为追求门当户对和外在的容色故人行刺，除了造成其容色绝丽妻子被毁容外，并未改变与他结为夫妻的事实。当然，韦固行刺是做恶事，需要对妻子偿还，也许这其中有其他的渊源，可能因此而了结。今生相遇相爱，注定是前世的姻缘，两个人成为夫妻，佛学上讲是愿力和业力的结合。种种愿力业力经过几生几世之后，不管时空变换，不论贫富丑俊，还是会发生，或是前世发愿约定来生再结夫妻，或是感恩报恩甘愿侍奉，或是宿债难了今生偿还。如今的社会世风日下，两性关系混乱，相互见气，你争我斗，离婚已为平常，更有甚者夫寻花问柳，妻红杏出墙。这也许就是唐代李复言在《续弦怪录》中订婚殿这个故事留给我们今人的现实意义吧。表面上佛家是从西缘的角度劝世人要珍惜人与人之间难得聚合的缘分，但真正的含义却是提醒世人，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果报定律丝毫不差，欠什么还什么，一点都不由人的。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此生能遇到贤夫惠妻，也不过是前世与他们结下的善缘，而今生遇上恶夫劣妻，也是因为自己前世欠了他们。似乎也可以理解一点，一个精进修善的人，他能遇得好姻缘，因为他在生生世世的修行中与人总是广结善缘，那么报恩的人自然就多了。结发的妻子可能就是他前世大力帮助的人，今生来报此恩德，自然就会对他照顾有加，而使家庭和睦了。如此说来，遇上不如意的伴侣，首先反省的真的应该是自己。自己若不是前世亏欠过人家，人家也不可能会记在心上，此生非得找你讨回这个公道不可。只是在轮回中忘了自己曾经做下的过错，在遇到不顺的时候，仍然会把原因推到外界，不会想到自己身上，只是感觉自己的运气不好，想着如何来逃避，却不懂去化解这个怨结。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众生要看到苦果才会害怕，而菩萨连可能导致犯错的起因都戒慎小心，因为无因自无果，故若了知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的真谛，就应更加戒惧现世所为，因为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